Hello， 大家好，300位回来了。那这一期节目呢，我准备呢拉上几位喜欢这种海洋生物的小伙伴呢，一起去南澳岛完成一个埋藏在心中已久的梦想。众所周知啦，海鲜嘛，这些鱼虾蟹啊，都很容易养活。通常市面上呢，我们都看得到它们一些活体，但是从来大家都没看过活体的小鱼出现在市面上。今天呢，准备带着大家来见证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起跟我走吧。哦，天亮了，天亮了，5点多了。我们要到哪里？到南澳大桥。哦，这个桥听说很贵哦，过去要100多块钱哦。哎，漂亮漂亮。我到广东，福建人来广东了，你们想吃我吗？呜呼！因为我们抵达南澳岛的时候，大概是早晨的6点多了当地的那些农贸市场啊，刚好呢已经开始开市了。王总这个时候呢就建议我们一起到农贸市场去买一些呢当天刚刚上岸最新鲜的小管，来当做早餐来吃。几粒哦？腻了，全部滑滑的了，全部都是滑的，个滑的。剩1公斤就好了。多一点吧。不要1公斤就够了。闪闪发光啊！再买1斤去了。没有钱的。没钱，那么多人没钱，你这个都在笑你。没有钱吃不起，走了，赶快跑，赶快跑，不然被笑了，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哇，好粘手哦，不粘手啊，很黏呢。好吃哦，透明的，非常透明。来，再吃一个，真好吃，直接都吃了。太好吃了。哦，棒西哦，棒西哦，哦，这满足的表情。哦，你也来一个，生吃。太无聊了，太好吃了。哦。牛那个小鱼早上买100几啊？才80哦。80哦，80。他们很便宜啊。刚开始出来的时候1公斤200。1公斤200。哦。那在吃完这个特别的早餐之后呢，我们马不停蹄的又立马赶到了我们在南澳岛的一个朋友那边。这位朋友呢是专门在做观赏鱼的，他自己呢有一个观赏鱼的渔场。那因为呢疫情的影响，最近他刚好渔场里面没有什么鱼可以从国外进口进来，那我们刚好就空下了很多鱼竿。我主要是要去他那边骗几个鱼竿来养小管用的嘿嘿。哇，这只粉蓝好肥呀！哦，黄后，这个超凶的哦。哇，这摸好可爱。龙头鱼哦，这个没有保护，这个没保护。哦，这过分了，来开渔场的拿枪虾喂鱼啊！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完了。看不到，中。哇，这个帅透了。王董呢，刚好呢在南澳岛有几个配合比较默契的呢渔民大哥。那么刚好有个渔民大哥，他的儿子下午出海，那他自己老爷子因为退休了嘛，就开另外一条那种小舢板，带着我们，然后跟他的儿子船一起出海。然后今晚我们准备来跟拍一下这个关于小管灯光夜捕的全过程。嗨，老了，棒西哦！我们现在准备去观光游，真漂亮。我们现在准备去打窝喽！马正是哈，哪里打窝？哦，开始了浪哦，摇了这个浪这个摇。作为海鲜电商的我，竟然第一次坐船出海，有什么体验呢？你突不一船看谁打窝打得多还有一个卖观赏鱼的奸商，估计待会也会吐哦。你会吐吗？我们现在来吐咸，有没有立 flag？现在此时此刻，我们3个人都没吐，待会会不会吐不知道。开团了，谁第一个吐的？我先买50块，阿克会第一个吐。我买100块，你先吐。我买100块，
你先赌。卖我100块，哎，不可能的。哇，你看这个大海超漂亮的，去征服远方的大海。啊，我们的一个小伙伴被海盗抓走了，在船上。哦，我们小伙伴很悠闲，自己在睡觉，一点不担心他的样子。看到没有，灯已经开起来了。哎，我们准备拿抄网去抄东西喽。哇，这个浪啊，这个浪啊！哇，我都抓不住手机喽。准备啊，来抓小管喽。我跟你讲是太摇了，真的是太摇了，你看，我操！然后那边现在开灯吸引，要开半个小时，然后吸引小管，然后就可以起网抓它。已经有一个爬到上面去了。每年只有在这个季节，我们才能抓到最漂亮的小管，非常的难得。哇，好亮啊！天快暗喽，海上的灯啊，一颗接一颗哦。你们吃的小管哪里来的？就这么摇出来了。哇，这个风景太美丽了！你看这个红地毯下来，我们在海里征服着海盗们。下网子喽！哇！那海里面的绿是什么绿啊？帝王绿啊！哈哈，天天宝笑。这个不兴带呀，哈哈，太大块了。你看到大海上的灯光了吗？每一个灯光都是代表一艘船在抓鱿鱼。哦，要起网喽！哦，越来越暗了，越来越暗了。哦，帝王绿，帝王绿哦！哦，呜呼！哇，红灯亮，红灯亮了！呜呼，太漂亮了！人类的智慧，只有在这个季节才抓得到小管哦。每一年，已经开始起网喽，准备迎接我们小管的到来。人类的智慧，这真的是人类的智慧啊！灯光捕啊！有鱼啊，看到有鱼了，有鱼！哦，哎，好像什么东西很大只的在里面呢。哦，帝王那边埋下去了。哇！第一网基本上空军了，太可惜了，我们要再等一等，看看第二网运气怎么样。第二网运气如果不好的话，我们还要开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总之，今天晚上一定要看到管子起来。哦，又起网喽！发了，这次发了，一定有货，一定有货。哎呀，没有哦。没有几只，没什么管子。但是这个海面上的天气啊，真的是千变万化。本来我们出海的时候，当天就风不是很好，已经是多云了，但是还没下雨。那刚好出海捕了2晚之后呢，天色就不对劲了。渔民老大哥比较有经验，就说啊，不行了，因为为什么？我们当初做的是不是那渔船出去，是那种像类似小舢板一样的，什么那种防护措施都没有。万一遇到了真的下大雨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很遗憾，他就只能带着我们的马不停蹄直接往码头赶。实际上，在登捕小管的那个地点，离码头是有1个多的船程的，所以整个过程我们非常的狼狈，赶了1个多小时。哇，那个大浪夹杂的海水拍得全身都湿透了，我是太惨了。收获啊！一天的回来啊！我操，大海的气场真的很大哦！大海。
处的灯光，不是路灯哦。大家干嘛？因为我们上岸之后真的很不甘心呐，所以整个晚上基本上都是在阳台守候的。直到了时间线大概到了凌晨的4点半以后呢，陆陆续续就有那种灯光夜捕小管的船呢开始回港了。我们也是赶快冲到了码头哦。但是有一点必须跟大家讲的是哦，他们夜捕小管这些船，绝大部分回来10有8九，他们的小管都不是活的，除非你有特别的交代，渔民大哥才会很麻烦的把小管呢养在活水舱里面。不然他们回来，因为他们死活都是卖同一个价格，卖到市场的话，他根本就没必要冒着很大的麻烦，因为小管会是涂抹。所以实际上我们能收到的，码头收到的活体的状态很好的小管是很难的。我们特殊有交代了3艘船的渔民老大给我们拉活的小管回来，但真的不知道能收到多少。啊，很可惜，我在这边我走不过去了，身子太笨重，还要跨下4、5条船才能过去。啊，那边有活管。那里就有活管，太可惜了。哦，哎，这个棒，哦，这个棒，哦，对，哇，太漂亮，太漂亮！这活度很好，这活度很好。大家哎，背吧，看这背体啊。哦，这个棒，哦，太漂亮！你看那眼睛太漂亮了，黄色的眼睛啊。那只大，那只大。那因为呢，我们买小管的地方在南澳岛，那我们的家在哪里？在厦门。实际上2个城市是有3、4个小时的车程的，我们必须保证小管呢，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之后，到厦门还是鲜活的吗？所以我们必须测试一下这小管到底在打包袋中能活多久。这才是活管，全红色，变白了是已经不新鲜的，但是呢，这还是透明的。哇，活的小管。那第一批的小管呢，在酒店里大概活到了当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啊，都全部死掉了。我们总结了一下原因吧，大概这个时间内呢，因为第一次我们捞小管上来的时候，遇到小管喷没了，喷没之后我们换的海水是港内的海水，港内的海水因为比外海的海水要热这是第一点，温差有差别，可能小管不太适应。另外，港内因为停靠了很多的渔船，然后港内海水又比较有油质、有油污染的问题，水质肯定跟外海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虽然在小管喷没之后，我们换入了新鲜的港内海水，但是估计港内的海水还是不太干净的原因呢，令小管活了不太久，所以当天的2点多也就死了。总共前后这样子算下来，也就活了6个小时左右。回到厦门有点悬，不靠谱，我们还得再试验。哦，红色的哦，哦，完了，喷没了，红扑扑的，只有红扑扑的鱿鱼才是对的，变白的就是不对的。其实呢，漂亮，这是什么东西呀？哇，守了1个礼拜了，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啥呀？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离开海面还是红色的？一天都比一天不一样哦。对呀，9牛25之力啊，真的是花了大功夫啊。哦，有些东西不是靠钱可以解决问题的，真的。没有朋友的帮忙，我们今天真的拿不到这种东西。对呀，很多时候真的，我通过这件事情真的知道钱不是万能的。太漂亮了，我操！太屌了！我太爽了，哇！那第2天呢，我们在收鱼之前，已经事先去找我的朋友，因为朋友渔场里面他养观赏鱼的水都是他自己从深海呢牵了一条水管直接到渔场的，所以他是一定有干净的海水水源的地方。我们直接呢临时装了好几大桶干净的水源，然后背到了酒店，再从酒店背到了码头。当天晚上呢，给所有的小管有涂抹的小管全部换了干净的水之后呢，又带到了酒店里面继续来测试这些小管今天它能活多久。第2天呢，天气有比前1天会好一点，所以我们收到了更多的一些管子，发现很多管子在买回来的时候，哇，有时候突然间是透明的，亦或者是全红色的，然后就很开心的拿起手机开始拍摄啊，并且呢很大胆的把1袋已经打包好的小管放出来，为了呢拍摄一下，我们好奇害死猫。这一天我们高兴的太早了，以为说我们收的管子质量又好，个头又大，品相又很 OK， 对不对？什么都很 OK 了，水也很 OK 了，一定没事了吧，可以活很久吧？结果很惨，
这一批管子有2/3的管子在当天的12点就死了，比第一天死的反而更早了。我们一直想不起原因，后来我朋友才跟我讲，管子虽然他喜欢光，但他同时也很害怕灯光。突然从黑暗的海里面转到了很亮的我们的那个酒店的卧室的时候，我们开关灯好几次了，估计是有吓到管子。管子一吓到后，立马就应机就嗝屁掉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我们第二天就总结了一个东西：管子其实虽然它是靠趋光性捕捞起来的，但是它的运输过程中真的很害怕阳光。我们必须在运输的过程中呢，重新做好避光、遮光的处理，不然这些管子基本上是很难活的到厦门。因为有了之前的前车之鉴，第3天呢，我们就厉害了。我专门从厦门叫了3位小伙伴赶到南澳岛，配合我一起在码头呢进行快速的收鱼工作。同时，我们也叫了一辆拉海鲜的水车，专门装满了一车呢干净的海水到码头，直接呢把小管从渔船拉上来的第一刻就送到水车的干净海水里面，然后装满一车的小管之后，立马就赶到朋友的渔场，把小管转移到干净的鱼缸里面。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因为我们需要把小管暂养在渔场里面。这样呢，从海里面捞上来有受伤的、有应激的、状态不好的小管就会先折损掉，它会先死掉。我们必须保证每一只拉回厦门的小管都是所有小管捞上来以后最强壮、最生猛的，这样它才有几率活到厦门。哇，舒服。舒服，小心哦，还抓了条小鱼。棒死了！过头创够了吗？多少？够不够？这个多少了？够5-60条了。5-60条。要摔倒，一个扔掉，人不要掉下去。第一车回家，好，真的，我们终于干成了一件一般人做不成的事情。这应该是迄今为止上国内第一次成功的把小管活的从海里面搬运上陆地。并且入到了鱼缸，所有上岸的小管状态都非常的好，活度非常的 OK， 很不容易啊！我们花了太大的精力了。哦，兄弟要入境了哦，还有兄弟的支持，真的我们根本搞不定这个事情。活的小管，全部都是活的小管，你看这一竿的非常稳定，相当的稳定。我们已经做完了大概整个进度条的80%，最后一步。如何把活的小管最终带到我们的有骨气厨房，展现给大家？我们不确定，真的不确定，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很不好，小管的产量非常的差，很难的，非常难。很多小管一靠岸的时候，它都已经都再见掉了，很难有活的出来。你们可以很容易的在鱼排啊什么地方看到活的小管，因为这是在大海。但是我们把小管真的成功的从大海里面带出来。带上陆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不仅是因为浪费很多物力啊、人力的资源，也是有运气的成分。当然，不排除我们为什么在这边待了这么多天，每一天我们都在做不同的尝试、不同的实验，一步一步，对不对？才有了今天把活小管这么大批量的带到了岸上。当然，今天我们本来还想收更多，但是真的没有了，码头上面没有质量优质的了。我们可以这么讲，1万条活的小管，你能上岸之后再转到鱼缸里面，都不一定活下来1条，毫不夸张，完全不夸张。大家都见过动的小管，你们见过活的吗？有人见过活的小管是怎么游泳的吗？这一幕代价太大。真的，这代价太大了。我们花了1个礼拜的时间就算了，背后的人工的付出啊，金钱的付出，真的是太大了。这些可能活不久了，屁股都受伤了。瞬间变透明的这个生物太奇怪了，它可以瞬间变全红，然后瞬间又变透明，
全透明。回家喽，回家喽，回家喽，回家喽！不用。还是不会的，知道吗？